岂料他前脚刚出内寝，后脚就听见身后有东西落地的声音。蓝忘机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出了一身冷汗，顾不得其他，冲去内寝。小魏婴只穿了中衣，白白的一小团跌坐在初春冰凉的地板上，努力撑着膝盖想站起来，可惜身上没有力气，眼睛慌乱的四处搜寻着他的身影。魏婴，蓝忘机急忙跑过去把他抱起来，仔细检查并无淤青摔伤，才稍微放心，看来是自己爬下床后才摔的，没直接摔下来。蓝忘机用被把他裹好，可曾摔伤？小家伙一言不发，埋头钻进他怀里。他方才太倦了，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忽然发觉身旁的檀香淡了，慌乱睁眼，榻上只有他一个人。阿英乖，阿爹和娘亲去打妖怪，阿英睡醒爹娘就回来了，给阿英带糖葫芦好不好？孩子啊，别等了，你爹娘啊，八成是回不来了，没事了，睡吧，醒来吃糖葫芦。可他睁眼，大家都不见了，没有糖葫芦，也没有人在身旁。魏婴，怎么了？蓝忘机紧张起来，还疼吗？孩子不说话，只是搂着他的腰静静待在他怀里，半晌才所问非所答的口齿不清道：别走。他似乎害怕极了，声音不似撒娇，甚至像是在央求，配着他稚嫩的声音和急切的语调，听得人心都跟着颤。蓝忘机一愣，知是自己忽然不见下到这病中更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了，马上解释道：去拿药，很快便回来。孩子抬起头看他，一双眼睛水汪汪的，眼眶个鼻尖都红红的，可爱又可怜，咬着唇瓣，似乎很是不安的模样。蓝忘机最受不了这个，刚要开口，那奶团便道：阿爹和娘亲走前也是那么说的。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话很是不妥，便住了口，但蓝忘机却已经听明白了。恐怕魏婴的父母在临走前也承诺了诸如睡醒吃糖葫芦之类的话，然后他们再也没能回来。小家伙在睡梦中可能还做着吃糖葫芦同父母玩耍的梦，醒来时便已经成了要流落街头的孤儿，再也没等到那只糖葫芦。他忽然一把将小魏婴抱在怀里，下巴抵着毛茸茸的发旋：不会的，我不会不回来的，魏婴。他们也没有离开，他们一直在守着你，看着你。云深春夜寒凉，少年的身上却暖和得出奇，檀香和皂角香混合在一起，竟是阳光的味道。在再三保证下，蓝忘机还是去煮了姜汤，犹豫了一下，又舀了勺糖放进去。汤熬的不是很浓，回来时小家伙裹着被子靠在床头，困得不行，依旧强撑精神等他回来。蓝忘机心里像是被小猫柔软的舌头舔过，痒痒的，却又有些刺刺的疼。魏婴，蓝忘机上榻，把那小小一团白团子抱在怀里，喝了再睡。小家伙睁眼捧着碗，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谁知这次的姜汤不辣，反而有些甜，一碗喝完面上就见了汗，全身都暖乎乎的。蓝忘机怕又甜又辣的喝下去，他嗓子不舒服，又半强行哄着就快睡死过去的小奶团喝了半碗温水。一切弄完，小奶团已经蜷缩在他怀里睡着了。蓝忘机抱着他躺下，两人盖着一床厚厚的被子，温暖而亲昵得很。他把只穿了中衣的孩子抱在怀里，手放在他腹部用灵力暖着，不知何时才睡去。不知睡了多久，今夜似乎格外漫长似的。有人走进来，默默地看着两个熟睡的孩子，抬手探了探小奶团额头的温度。少年立刻警觉地皱眉，来者在他头上揉了把：不怕，是我。那人又给两人掖了被角，拉好帘帐，转身离开了。第二日大清早的，医师就被请到了净室，最终得出结果，因为这孩子受寒受惊的，年纪还小，所以给药烈了些，本应该没事，谁料这么一丁点大的孩子竟然有那般胃病，才会那么疼。医师愧疚不已，连连道歉。还没睡醒的小家伙却懵懵懂懂的睁眼，很懂事的反过来安慰着：阿英不疼的。待医师走后，蓝忘机从储物袋里拿出2串包裹的严实的糖葫芦，在小魏婴期待的目光里打开。暖光色的糖衣包裹着艳红的茶籽，被灵力保鲜得很好。小魏婴的手还没好，蓝忘机把糖葫芦放到他嘴边，小家伙兴奋地张了张嘴，却忽然把蓝忘机的手推回来：二哥哥吃。蓝忘机一愣，
下意识的推拒，小家伙却鼓着小脸蛋坚定道：“阿英吃过糖葫芦，二哥哥没吃过，二哥哥先吃。”然后忽然一顿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二哥哥是不是不喜欢甜的呀？这么神仙似的哥哥，不喜欢这么幼稚的东西很正常，可糖葫芦真的很好吃啊！”他真的很想让神仙似的二哥哥吃吃看，如果这孩子长了双兔耳，此刻肯定已经耷拉下来了。蓝忘机却俯身，咔嚓的轻轻咬下一颗茶籽含在嘴里，在奶团亮晶晶的眼神下感受着陌生的、奇异的滋味。外壳很甜，可茶籽是酸的，麦芽熬糖的甘甜清香裹着果味活泼的酸涩，两种不起眼的材料中和下来，竟真的很好吃，酸酸甜甜，不会过腻，也不会很酸，这就是微莹喜欢的味道，很好吃。蓝忘机看些小家伙有些紧张的小脸蛋，认真道：“真的很好吃。”他忽然有些不知该如何形容，奶团却轻而易举形容道：“像太阳。”太阳？对呀，甜甜酸酸的，咬一口就会很开心，全身都暖乎乎的，就像太阳的味道一样。孩子开心地比划着。蓝忘机把糖葫芦放在他嘴边，小家伙咬下一个茶籽，腮帮子都鼓鼓的。好吃吗？他很怕，不是微莹想象的那个味道，太阳一样的味道。小家伙像一只松鼠一样鼓着奶白小脸蛋，笑的眼睛都眯起来了。好吃，甜甜酸酸的，和太阳一样的。小孩子笑得很好看，很灿烂，也像是个小太阳，让人看了心里就亮堂起来，全身暖暖的。可孩子笑着笑着，眼角便滑下泪水来。阿英，糖葫芦，给你娘一串糖葫芦，我们偷偷吃，不告诉你爹爹好不好？算了，还是分他个茬子吧。小馋虫，再吃牙疼。阿英才不怕疼呢。哈哈哈，好，阿英最坚强了，和你爹一样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好不好呀？阿爹说了，等阿英长大教阿英武功，然后我们一起保护阿娘。阿英，糖葫芦，你娘一个你一个。告诉你娘，饭后再吃。阿英乖，阿爹和娘亲去打妖怪，阿英睡醒爹娘就回来了，给阿英带糖葫芦好不好？少年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小家伙，才那么一丁点大，说话还奶声奶气的吐字不清，方才还笑得很开心，却已经抽噎起来。他猜了7、8分，上去抱住那小小的孩子。这种事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安慰，只能抱着他，安抚地捋顺着孩子的后背。孩子的哭声大起来，哽咽着问：“是真的吗？他们真的在看着阿英吗？”蓝忘机点头：“是真的，他们都在看着你，他们没离开。”